农历2025年夏，全球顶尖武装组织暗夜裁决通过脑机接口定位系统，结识了7位掌握量子通讯核心技术的龙国院士。此刻，他们要求的赎金是太平洋战略咽喉新海港的100年运营权。你们国主怎么还没过来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他晚来1分钟。 我就往他静脉里边注射0.1毫升的致幻剂，这位小美女马上就会给我们主动跳验。这点事儿不用麻烦国主，你跟我谈就行了。你别，我现在给你3个条件：第一，立刻释放人质；第二，带着你这帮手下马上滚出楼阁；第三。 给这位美丽的小姐道歉，并且赔偿她100亿的赔偿金。这3个条件少一样，都得死。杂碎！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你是暗夜裁决首领白浪，个人全球战斗力排第3，但这些在我眼中不过是狗。找死！ 安保公司的怎么会这么强？这只是我明面上的身份，跟我熟悉的人称呼我为镇海骁龙。什么？你竟然是龙？暗夜裁决，可惜你们的黎明永远都不会到来了。放我们走，不然我真开枪了！我数3个数，把人放了。你做梦！5、3。林小姐，你不用害怕，你现在已经安全了。来，别动！建议你下次用更专业的工具。你把我胸带给我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回头赔你一条。你又不知道我的齿怎么赔？不用了。我爸和其他科学家还是安全手里呢，怎么办？女儿，爸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叶少出手，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叶少，您不光救了我，还救了我女儿。 这救命之恩，当以身相许。正好，我女儿还单身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错了吗？人家不是单身，是还没谈过恋爱。啊，对对对，我女儿说非你不嫁。抱歉啊，我已经有老婆了。少爷，少夫人已经从机场接回来了，车马上到公司楼下。林老，我还有事儿，先去接老婆了。 我姐终于回来了。沈总才去国外读 MBA 1年的时间，这肚子怎么就大了？对呀，这我用了5年时间。 扫平海外战场，明日国主举办的风云宴上，我要告诉青年我的真实身份，让他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姐，你的肚子……国外的 MBA 课程确实精彩，尤其是生命科学的实践课。沈清言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应该给我个解释吗？沈小姐如今可是战神的女人，你一个废物也敢在战神夫人面前？
是不是让我现在就弄死你？战神夫人，姐，你肚子里怀的是战神的孩子？你跟我呀，虽然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，但我怀孕与你无关。以你的身份，更不配知道我老公的名字。放肆！你是我家少爷的合法妻子，现在却给奸夫做出不知羞耻的事情，我家少爷质问你，难道不应该吗？你给我闭嘴！你一个仆人，一个蝼蚁，不配跟如今的我大呼小叫。你给我听好了，我有3个条件，你必须全部满足，我才会允许你继续留在我身边。第1个条件，我老公很忙，没有时间照顾孩子，孩子出生以后必须由你来抚养。沈心妍，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些什么？你让我养你跟你奸夫的孩子？我新姑爷可是战神，身份何等尊贵。现在只要我女儿放出话去，就会有无数人挤破头皮替她养孩子。这是给你一个8阶战胜的机会，你还敢拒绝？你女儿婚内出轨，你非但不管，还要对她歌功颂德。你还有点做人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吗？这么做就不怕别人戳脊梁骨吗？这是国家人才引进计划的批复函。我老公在外为国尽忠，居功至伟，受邀回国，而我呢，怀了他的龙子凤胎，这可是要比100万个穷人生的孩子加起来还要惊恐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我的肚子现在属于国家战略。我呸！能把出轨说得这么理直气壮，你还真是不要脸。沈清言，我到现在才彻底认清你，认清你们这一家子。好了，你现在可以说出你第2个条件了。第2个条件就是将你的公司无条件的送给我老公。他从海外回国，需要有一间有资质的安保公司，方便他做事，你的正合适。等他日后成就非凡，我会在经济上给予你补偿。补偿？沈清言，你出身微末，全家都是在菜市场卖鱼的摊贩，是我手把手教你商业经营公司，我让你的父母、弟弟、7大姑8大姨都有饭吃。这些年小何止10亿呀，你拿什么还？难道你们忘了当年你们在菜市场把病鱼当成活鱼卖，被人掀了摊子，让人指着鼻子骂，都成了整个菜市场的笑话了。是我家少爷不嫌弃你，救你们于水火之中的。花他点钱怎么了啊？他娶了我姐，就应该把他的全部家产用来帮扶我们。再一个，他现在帮我姐把孩子养大，说不定还能让他认个干爹当当。这样的话，你也算是抱上了我未来姐夫的大腿。什么？这些年你赌博欠下了多少债，都是我家少爷替你还的。你真有人心，勾搭有夫之妇，惹了多少麻烦你自己不知道吗？啊！你犯的错误都是我家少爷替你擦的屁股，现在翻脸无情，你还有点良心吗？你们这一家子真是一群白眼狼！你给我闭嘴！我让他给我弟弟花钱，这都是他为了讨好我主动献殷勤，都是他自愿的。真是忘恩负义！你的眼里啊，只有那点蝇头小利，却不知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的道理。你不是一直好奇孩子的父亲是谁吗？那你给我听好，他便是远东最著名的雇佣兵团战狼的首领狼王段威虎。什么？他男人竟是海外雇佣兵势力的首领，那要换在国内，军队里边怎么都是大佬级别的存在呀？官方在海外不方便解决的事情，都要求他们出手，相当于海外的土皇帝呀！妈，咱家这回又发达了。威虎可是大英雄，人中豪杰。我在海外留学时遭遇武装势力的绑架，是威虎救了我。在他的战舰上，我们情投意合，无法自拔，所以便有了爱的结晶。我可是被雄狮吻过的女人，怎会再看上一条土狗？还真是够愚蠢的。战狼佣兵团
只不过是区区的三流势力，而我们家少爷那可是……好了，皮叔，不用跟他们解释那么多。沈清言，说出你第3个条件吧。你在海外的那座庄园不错，我老公已经看上了，他派手下已经驻扎进去，当做军事基地。你赶紧把这份无偿转让协议给我签了。你说什么？这个庄园是安葬我父亲，还有战死在海外的那些叔辈们。我只是让你去打理，你不仅把外人住进去，还要送给你那个奸夫。威虎可不是外人，他是我孩子的父亲，也是我此生唯一的挚爱。他能住进去，是你们叶家的福分，你应该对我感恩戴德。感恩？还戴德？我知道你爷爷和你爸呢，以前当过兵，你的家业呢也是他们留下的，但是你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、贪生怕死的富二代。哎，我新姐夫住进去啊，只会让你的房子蓬荜生辉，你懂不懂？他们的坟呢，早就被威虎挖了，骨灰扔进了大海里，一群死掉的废物，干嘛还要占据资源？你和你的奸夫都该死！杂碎！你侮辱我们家战神大人，该死的人是你！我劝你还是痛快点，把这份协议签，不然我就让你先下去见阎王！想动我家少爷，请滚尽滚！皮叔，你还有老伤，让我来吧。万事少爷，别让这些狗东西脏了您的手。老不死的，那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。弄死他们！弄死他们！皮叔，可惜了，叶先生啊，结婚太早。如果你能够嫁给他呀，那可真是我们林家30多年的福气。别人都说他只是个继承家业的富二代，难道他还有什么其他身份？明日国主要召开丰龙宴，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一件大事，到时候啊，你就知道他是谁了。总感觉之前在哪见过，怎么想不起来了呢？爸，快看，叶先生好像有麻烦。一群废物，我就能把你们给弄死，还想跟战神大人较劲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少爷，对不起，退役太多年，给您丢脸了。剩下的交给我了。快给评书包扎！战神大人的车队马上就到了。什么？我亲姐夫要来了？孩子，你很快就能看到你父亲了。我老公啊，向来注重场面和礼节，你要是怠慢了他，可不就是打伤你身边的狗那么简单的事情。赶紧把那2份协议签了，否则后果你可承担不起。沈清言，我希望你不会为你今天的无知和愚蠢感到后悔。后悔？我见识了世界之大，眼中皆是星辰大海，而你只是一只井底之蛙。我现在不知道多庆幸能为威虎生下孩子。好，既然你不留余地，那我也不讲情面。印章就在这儿，有本事你就过来拿呀！废物，说你胖你还喘上了？我姐夫的手下高手都在这儿，他们可是上过战场的公务兵。就你个狗屁不是的废物还敢挑衅，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？既然你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我便让你见识见识。红狼，去把印章拿过来。一个垃圾，还不配我亲自出手。你去。我的手啊！他手上藏了东西。对，连个杂碎都收拾。以上，小子，有种把你藏在身上的东西拿出来。
臣，这起码有上百斤啊！上百斤？何止啊！那是高密度复合材料，有200斤重。啊！他把那么重的东西带在身上，之前还轻易打败了那个兵王。他怎么会这么强？傻丫头，你这是喜欢上叶先生了？现在他老婆要跟他离婚，你正好有机会啊！哎呀！我的手，身上还有东西，喂，给我跪下去！小子，你只会偷奸耍滑是吧？有种就把身上藏的东西都给摘掉，咱们公平对决。我家少爷身上的负重足有800斤，穿在身上只能发挥出30%的实力。如果脱掉，你连他一根手指头的力量都扛不住。给我死！怎么可能？玩阴的是吧？这废物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你学过功夫，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沈清言，你对我的实力一无所知，我对你也彻底失望。今天，我叶展渊就给你们全家恩断义绝。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却连这种事情都瞒着我，叶展渊，你骗我骗得好惨啊！哼，本来少爷是想等你这次回来跟你彻底表明身份，现在看来完全没有必要。切，就等着知道真相之后后悔求饶去吧。真实身份，你到底是谁？老东西，我段威虎的女人，也是你主教花费的人判。说一声。这次是空蛋疼，再敢对我的女人不敬，要了你的狗命！老公，你终于来了。在机场见了几个龙国高层，耽误了时间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哎，我在电视上见过他，他刚在北欧那边解救了50名遇难同胞，这次特邀回国呀，一定会被上头委以重任。怪不得沈总宁愿婚内出轨，也要给他生孩子，确实比叶少强太多了。看到没有，这就是我爱的男人。一下飞机啊，就有龙国的高层亲自接见。有时候呀，人与人的差距比人与狗的差距还要大。你说的没错，但谁是人谁是狗，你还没有看清楚。好了，别拿我与这种底层蝼蚁比较。庄园和安保公司转让的事办好了？还没有。你怎么这么没用？连这点小事都要我亲自出手。你就是叶展渊吧？我段威虎看上的东西，都是别人主动。你现在交出来，他来。我老公是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才对你跟这条老狗手下留情。你们不要不知好歹。这就是你眼中的真男人，大英雄，连这点资产都没有，要霸占别人的公司和房产，这跟强盗和土匪有什么区别？放屁！我家大人那是刚刚回国，还没来得及置办产业，但他明天就参加国主封龙宴，与那位传奇战神镇海骁龙一起受封。未来的成就恐怕还在那位之上。要你点东西，那是看得起你。放肆！镇海骁龙大人是全球雇佣兵的信仰，一代传奇，更是我一生崇拜的偶像。我纵然有些成就，但怎配与那位相比？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哼，你就是一个勾搭有妇之妇、毫无底线的烂人，现在还好意思在这儿耀武扬威，你还有脸吗？老狗，我从一无所有，靠自己的能力做到如今的地位，他不过是靠挥霍祖上遗产、不吃等死的废物，也配与我相比？青言爱慕强者，选择我何错之有？我喜欢威虎的全部，愿意给他生更多的孩子。而过去的3年，我花你的每一分钱，我都觉得恶心。
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。就算你给我再多的钱，你也留不住。等明日封龙宴后，我将追随那位战神一同为国效力。到时候，你与我的差距便如同横跨整个太平，更加不在一个层级上。那我倒要亲眼看看明天的封龙宴，你见到你的偶像镇海骁龙会是什么样的表情？你还真是天真啊！受邀封龙宴的呢，无一不是全球各国的大人、皇室贵族。以你的身份，根本连进去的资格都没有。老公，你能跟上头申请一下，把我带进去见见世面吗？那是自然，我不但要带你进去，还要请求镇海骁龙大人为我们证婚。届时，你将在万众瞩目之下，成为世上最幸福的女人。魏火，你不嫌弃我结过婚，还要在封龙宴上当众娶我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怀了我的孩子，过去1年又心甘情愿的伺候我自然要给你一个说法。我段威虎一生行事，从不亏欠任何人。威虎，我爱你，给你生孩子是我此生最正确的决定。你们这对狗男女真是不要脸！沈青莲，段威虎，我发誓，明天的封龙宴将会是你们一生之中挥之不去的噩。嫉妒我姐夫在这无能狂吠呢，废狗，连我都不把你放在眼里，更别说我姐夫了。我知道你现在生气是因为舍不得我，不过我根本不在乎。我已经决定答应威虎的求婚，并把我的全部家产拿出来支持他的事业，成为他的贤内。你的资产？你有什么资产？你们全家的钱都是我家少爷给的，现在你居然要倒贴这个奸夫！哼，这世上怎么有你这么不要脸的女人？叶少这些年全心全意的为沈总付出，要是当众被离了婚，那可就真成了笑话了。以后哪还有脸见人？沈总现在的男是段战神，人家名声在外，战功赫赫，就算那位传奇战神和国主知道，也会成全的。姓叶的，我女儿这是在给你讨好她的机会，别不懂得珍惜，乖乖的把协议签了，她可以悄悄跟你离婚，也可以为你保留几分颜面。沈青言，明天的封龙宴上不是你跟我离婚，而是我要休了你，而沦为别人眼中的笑话，是你们这对奸夫淫妇。杂碎，你找死！威虎，跟这种蝼蚁计较，只会降低你的身份。他现在不过是因为失去我而变得气急败坏。像他这种继承父辈遗产苟活到今天的废物，会有任何女人愿意嫁给他？废物！我姐当初怎么嫁给你？离开我姐，你连我姐1/10优秀的女人都找不到。叶先生离开这个蠢女人，会有无数天之娇女排着队主动追求，比如我。你谁啊你？不会是姓叶的花钱从哪个会所里找来的小姐，帮他演戏的？会所里怎么能有这种级别的美女啊？姐，我怎么感觉她比你还好看？那不是号称江南第一美女、龙国第一科技集团的总裁林乔伊，林总啊！哎，我听说龙国最顶尖的几位大少一直在追求林总，人家看都不看，他怎么会主动追求叶少啊？什么？她就是传说中的林大小姐？叶展渊怎么会跟她认识？林小姐，你这是……别动！你救了我一命，还不让我还你个人情了吗？可是怎么是觉得我没有你老婆？哦不，没有你前妻好看，不能给你争面子啊！我不是这个意思，那就冷静点。我还真是要谢谢你啊！如果不是你有眼无珠主动离开，恐怕我这辈子都得不到这么好的男人。好啊，你叶展渊，你早就背着我跟这个骚货勾搭上了是不是？你就是一个虚伪的禽兽！我之前一直苦苦追求叶哥哥，可他都说他有老婆了，一直拒绝我。而现在你不知廉耻，婚内出轨，还主动提出离婚，我大胆追求我爱的男人怎么了？
你别说我和叶哥哥还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，就算是做了，你一个小贱人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？秦叶，我不得不承认，你在别的方面一无是处，但吃软饭的功夫可是一流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林小姐应该是欠了你人情，被你临时找来演戏的吧？肯定是这样，要不以林总的身份，怎么可能肯是叶少？怎么，你们不相信啊？那本小姐现在就证明给你们看。吻我。我。怎么样？这下你们相信了吧？微虎，帮我教训这对狗男女，让他跪着把字签了。我要让这个贱女人知道，叶展渊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。明日就是丰龙宴，我不想在众人说这麻烦，给那位大人物和国主留下不好的印象。等明日过后，我受到重用，别说是他的房子和公司，我要拿走属于他的一切，让他知道惹了我女人的代价。拿走他的一切？好，微虎，你总是能把事情考虑得那么周全。姓叶的，你听到了吗？明日过后，你将一无所有。我要让你下半辈子变成乞丐，让你永远后悔今天招惹了我。沈清言，你比我想象中还要蠢10000倍。我明天倒要亲眼看看，丰龙宴上你见到镇海骁龙时到底是什么样的表情。鸭子嘴硬，好好享受你最后的时光吧。明天就是你的死期。我们走。各位，之前是我有眼无珠，看错了人。欢迎大家来参加明日的丰龙宴，我和沈清言的事情会有个了断。叶少，你真要去参加丰龙宴？你如果去了的话，这个沈总还有段战神，他们一定会羞辱。对啊，叶少，忍一时风平浪静。那段战神毕竟是雇佣兵组织的首领，你惹不起他。哼，惹不惹得起，明日自会有分晓。这不，哎，叶少，现在你也单身了，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我女儿啊？谢谢林小姐刚才陪我演戏。哎呀，叶少，你别看见我来了就停了呀！你们继续，我不介意啊。不是，这林小姐还是单身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也不介意的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一直陪你演下去。啊，是啊，少爷，您跟林小姐才更般配。我现在不太想考虑感情的事情。叶先生，你是觉得我配不上你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别误会啊。不管怎么说，你救了我们父女，我们都应该好好感谢你一下。我女儿投资这家餐厅，菜做的还不错，叶少能不能赏个脸，一起吃个饭？好，来，这边请。少爷，之前沈家花的一直都是您的钱，这现在取消对沈家的一切供给，车子、房子、公司还有股票全部收回，还有他们放在我别墅里的那些东西，也全部扔出去。是，我立刻去办。是，我立刻去办。哦，对了，少爷，还有一件事，之前您要在丰龙宴上给沈清言一个惊喜，主办一场世纪婚礼，取消吧。可是那些人都已经把贺礼准备好了，其中包括国主，还有各国皇室准备的贺礼。这突然间取消的话，不论对您还是对龙国的颜面，这都……如果不取消的话，还要送给沈清言那个贱人吗？属下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，林小姐也挺不错的，她对您也有意思，要不您把她娶了？啊，不行。我跟人家林小姐才认识1天，她是为了报答我才跟我演戏的，这多不合适！少爷，您真是个直男啊！林小姐看您那眼神都已经拉丝儿了，这灵都看不出来。不行，所有的安排不能变，到时候您不想娶也得娶。街坊，这是京都最高档的酒店，我在这儿嘎嘎好使，在这儿请您吃饭，不给您丢人吧？
小旺啊，在这京都还算是有头有脸的大少，人脉还算可以。今后我让他好好给你做事。青岩之前没有吹嘘，你确实还可以，勉强入得了我的眼。去，叫兄弟们吃饭。哎，等会儿，姐夫，这是顶级餐厅，人均最低消费也得好几千，你的那些手下都来吃？怎么，以我的身份，不配叫兄弟们在这儿吃吗？小旺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威虎他贵为战神，又是寿上头经典回国，这衣食住行自然是要最好的，没有人比他更配享受这些。对不起，姐夫，我知道错了。反正最后也是姓叶的那个费用买的，花的又不是我的钱。哎，姐夫。先生，我们这是高档餐厅，您看您带的这些人，瞎了你的狗眼！这些都是我姐夫手下的悍将，海外的雇佣军，能来你这吃饭是给你脸的，你懂不懂啊？雇佣兵，那麻烦您请他们收敛点，不要惹事儿。先生，这是菜单。胡狼，告诉他我吃饭的规矩。我们家大人吃饭从来不点菜，把你这一整本上的菜都上一遍，还有把你们店最好的酒都拿上来。啊？所有的菜都上一遍？可是废什么话？叫你上你就上，我姐夫的身份还能差你2个破钱？是，各位稍等啊，我马上安排。经理，这沈家人之前来吃饭都是叶少买的单，可叶少刚刚已经打过电话说以后不再管沈家人了，他要是付不起钱怎么办？他那姐夫应该挺有钱的，先让他吩咐上吧。都21世纪了，应该没人吃霸王餐。很少能遇见让我满意的酒店了。这算一家，以后啊要常来。姐夫喜欢就好，等你以后啊要得到镇海骁龙大人的赏识，来这种地方那不就跟回家一样简单吗？走吧，还要提前准备明日分龙宴的事情。姐夫不愧是战士，这排场嘎嘎有面子。走。沈少，您还没买单呢。买什么单啊？老子平时吃饭都是叶展约买单，管他要去。实在抱歉啊，叶氏的人刚刚特意打过电话来说，今后不会再为沈家人花1分钱，所以这单得您买啊。什么？少爷，我已经让人把沈家的所有东西都从别墅扔出去了，但是这条丝巾。叶哥哥，这条丝巾能给我看一下吗？怎么有些眼熟啊？这条丝巾当年可是救了我家少爷一命。当年我家少爷被人偷袭，命悬一线，幸亏得到这条丝巾的主人，也就是沈清言的相救，这才保住了性命。这也是我家少爷为什么要娶她，帮扶沈家的原因。只是没想到，这沈清言居然是一个薄情寡义的女人。原来如此，难怪叶少对沈家人如此照顾。可惜了，如果你的救命恩人是个好女人，那必定与叶少成就一段佳话。不对，沈清言在撒谎，救你的人根本就不是他。总裁，我没撞到他，也许只是喝多了的醉汉。我们赶紧走吧。他受伤了，快把他抬上车！
总裁，你又不认识他，给他叫个救护车不就行了？他伤得很重，万一耽误不了那么久，岂不是丢下一条人命？快来！快，再快点！总裁，医生说他已经没事了，我们赶紧走吧，飞机马上晚点了。医药费都交了吗？都交完了。总裁，你真是个女菩萨，对这种萍水相逢的人也这么好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哎呦，我不行了，我要住院！快，护士，医生呢？医生，你只是吃坏了肚子，回家吃点整肠参就好。现在床位很紧张，没地方给你用。我妈疼成这样，你让她回家，你懂不懂治病？滚开，滚开，滚开！走开，走开，走。那个人看起来什么事都没有，他为什么还占着床位？把他的位置让给我妈。是谁救了我？喂，你没事了吧？没事赶紧起来。是你救了我？这是个富二代啊。对，是我送你来医院的。原来是因为这件事情才改变了命运。瞧你个沈清言，明日的丰隆宴上，我都要好好问问他究竟是怎么救的你。什么？不是你说什么？叶展渊那个舔狗竟然敢不管我们！好了，不就是一顿饭吗？用不着那个垃圾。多少钱？我来。您一共消费206万3000，这样给你抹个零头，3000就不要了。什么？200多万？怎么这么……姐夫，这里是京城顶级餐厅，就是这个价。平时我跟朋友来消费也得花个大几十万，而且你的这些手下饭量那么大，还喝那么多台子。放屁！我在海外的时候，那么多好酒好菜，最多也就1万块钱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有钱，重新宰我？我们这都是明码标价的，你们光酒水都喝了60几万，再加上海参、鱼翅、鲍鱼之类的，我可1分都没多要啊！姐夫，这里是国内一流城市，不像你在海外的贫民区的大排档，这些钱真不多。行，我身上带的钱不够，这顿你请。啊？不是姐夫，这什么事儿？我也没那么多钱呢。你没那么多钱，你请我来这么可道的地方，你就这么招待我？不是，我开始要单独请你，是你偏要叫这么多手下一起来吃的，又不怪我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一顿饭而已，别伤了和气。叶展渊，我命令你立刻过来把饭钱结了。不是，你还要脸吗？我家少爷已经跟你断绝关系了，你怎么还好意思跟他要钱呢？你故意停掉给我们沈家的供给，又故意出现在这里制造偶遇，不就是想让我后悔，对你回心转意吗？你这点小伎俩，早就被我看得一清二楚。我制造偶遇，沈清言，你未免也太高看自己了吧？你玩这些恶心的把戏，只会让我对你更加的厌恶。你要是个男人的话，就赶紧去把账结了，我还能高看你一眼。我不需要你高看啊，王经理，以后他们沈家的每一笔消费跟我一律没有任何关系。他们要是再打着我的旗号在这儿骗吃骗喝，把他们全给我赶出去。好的，叶少。你给我站住！叶展渊，当初若不是我救了你，你还能活到现在吗？你就是这么对你的救命恩人的？你这个白眼狼！当初是我女儿救了你的命，就算她让你去死，你也得义无反顾的跳楼。现在问你要几个臭钱，你还倒是上了，你还有良心吗？就不怕别人篡你几两苦？评叔，去把单买了吧。少爷，等一下，
这个贱人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当初是我救了他，他这条烂命都是我给的，我让他往东，他绝不能往西。你敢打我？这条闪亮的丝巾是我的。3年前的那个雨夜救了叶哥哥的人也是我。只不过当时把他送到医院之后，我有急事先走，没想到被你这个贱女人冒领攻打。什么？什么？不可能！怎么会这么巧？你撒谎！明明是我女儿救了他。那好啊，请问你是在哪个路口，在什么场景下救的叶哥哥？我送去医院的监控记录有没有？有哪个医生、护士能为你证明？说不出来是吧？需不需要我把当时的监控录像，还有医院的缴费记录拿出来给你们看看？林小姐，当年真的是你救了我吗？当初你受伤昏迷倒在路边，是我送你去的医院，只不过时间隔得太久，我没认出你来，直到看到这条丝巾，我才想起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缘分来了，真是挡也挡不住啊！叶少，这回没话可说了，救命之恩，当以身相许。这回没理由再拒绝我女儿了吧？当时我昏迷了，我真以为是沈清言救的我，没想到错付你了3年啊！这不怪你，谁能想到有些人不知廉耻，连这种功劳都要抢？没错，当年的确不是我救了你，可是那又如何？我一直以来都把这个舔狗当做我向上爬的跳板，而如今我有了威虎，而明日过后，威虎将得到那位大人物的赏识，带我走向荣耀，而你永远是那个被我踩在脚底下的废。明天的丰隆宴，你得到的不会是荣耀，而是一场噩梦。我会亲手击毁你们的自尊和荣耀，让你们后悔终生。你这废物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明日过后，你最好不要跪下来求饶。这句话我也送给你。成王败寇，咱们明天见分晓。我们走。你先别走啊，饭钱还没交呢。闭嘴！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儿，为了区区一顿饭钱，求那个废物。先生，您看这饭钱。催什么催啊？你们多少钱？大家凑一凑。啊！我活了这么多年，还第一次凑钱买单，这也太丢人了。是啊，姐，以前我出门都是那个姓叶的找人帮我买单，这传出去以后，我在我朋友面前怎么混？你们能不能有一点远见啊？明日威虎得到封赏之后，将平步青云，今后钱对他来说只是一串没有意义的数字。现在困难一点，都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。威虎，我这里还有几十万。都刷完了，还差15万，要不你们再凑凑？别看我没钱。不是老大，我连上个月的工资我都给你了。愣着干什么呀？把钱都拿！啊，老大，我们这是打工的也要交钱啊！放屁！你们都没吃没喝，吃了那就交钱，快快快！3年多没回来了，这还是那个鸟样吗？这不是老沈家的人吗？听说你们老沈家现在发达了。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新姑爷，海外战神雇佣兵首领，那些都是他的手下。战神？
战神是多大的官？你们可真是了不起。那当然，明日我女儿要跟着姑爷去参加国主举办的丰龙宴，那可是全球最顶尖的人物才有资格参加的。你们呢，就该在屯子里立个雕像，把我姑爷和女儿都供起来吧。他可是这个屯子里有史以来身份最尊贵的人了。老板，您租的这些车时间到了，还续租吗？什么？姐夫，你这些车都是租的？哎，丽娟，你姑爷不是大人物吗？怎么还租车呀？废话，我刚回国，哪来这么多车？您要是不租了，就把费用结一下吧，一共6个小时，5000块钱。把钱交一下，算我借你的。啊，姐夫，还管我要钱，我真没了。我刚才看到你钱包里还有一张卡没刷，别墨迹，交钱。小旺，做男人目光要长远一点，别学叶展渊那个鼠辈，只能当一只井底之蛙。要是钱不够，可以转发朋友圈，集满60个赞，我可以给你打个8折。我他妈堂堂战神要你给我打折，快交钱！你们家以前就住这种地方？啊，对不起，威虎，我们回家吧。你不是说你们家住大别墅吗？这就是你们家大别墅啊？都怪谢意的那个废物，把我们赶出来了。这是我家的老宅，只能暂时先委屈你一下了。妈，这些鸡呀、鸭呀，还有狗啊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以为我们再也不会回来了，就把院子租出去了。就这，还是我跟别人商量着临时回来住一晚的。你让本战神跟这些畜生住？那我有啥办法？我也想住叶展渊的大别墅，还不是因为你，我们才被赶出来的。想我沈梦也是今天有头有脸的阔少，现在沦落到这种地步。你们给我闭嘴！威虎他不嫌弃我，愿意娶我，今后我们全家都应该全心全意的伺候好他，为他做事。就让你们临时委屈一天，这都坚持不了吗？威虎，对不起，他们不懂事，今后我会好好教他们的。算你懂事，有大局观，知道眼前的困难是对你最后的考验。让他们把院子收拾一下，我出去办点事儿。走吧。我1年前接到上头命令，就开始着手做这件衣服，为的就是在明日丰龙宴上，您能够在全世界面前展示出您的风采。不知道您是否还满意？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调整？不错，我很满意。好，我马上派人送到您家里。派人去调查一下段维虎的背景，他和他的手下都是一帮乌合之众，怎么可能从暗夜裁决手里救出沈清言？而且沈清言身上有我送给他的那个东西，绝对没有人敢碰他。这里面肯定有蹊跷。少爷，您是怀疑他很有可能是灯塔国扶持的间谍？好，我立刻去办。我看中的就是这套。确实不错。威虎，明天你穿这身参加丰龙宴，肯定能成为全场最瞩目的焦点。人靠衣装，虽然本身气度不凡，但偶尔也需要衣服衬托一下。去把钱交了吧。你好，一共36万。啊？怎么这么贵啊？才30多万而已，怎么给我花钱心疼了？不是威虎，卡里钱不太够。你怎么回事啊？出门的时候我让你把所有的钱都带身上，我全部的钱只剩下10万了。怎么可能？之前在海外，你每个月光经费开支都给我转大几百万，你怎么会没钱？那些钱都是叶展渊的，他现在跟我断绝了关系，那些卡都刷不了。
你真是个废物！离开叶展院，你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办不好？没想到沈小姐离开您之后，竟然会落魄到如此地步。要不我把那套衣服送给她。叶展渊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！你还说你不是故意跟我制造……王经理，这沈家人跟我以后没有任何关系，不用看在我的面子上给他们优惠。好的。你故意看我笑话，你得意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穷的就只剩下几个臭钱了。几位到底买不买呀？不买的话，请马上离开我的店。姐夫，要不咱们走吧，这儿的东西也太贵了。你懂什么呀？这里是龙国的达官显贵才会来的高端私人服装店。我打听过明日参加丰隆宴的宾客，他们很多都在这里订了衣服，甚至我听说镇海骁龙大人的专属礼服也出自这里。只有这里的衣服才配得上我的身份。可咱们也买不起啊。把这破玉佩抵押了，应该能值几个钱。青言，这个传承了千年，是我叶家的象征。有了这个东西以后，你走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，都不会受到欺负。它的价值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。我把它送给你。你要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我？你不仅是我的救命人，以后也是我叶家的女主人。来。展渊，你真好。什么？把它抵押了？怎么，你不乐意啊？之前协议的事情你办不好，现在抵押个破项链，你也婆婆妈妈的，你还有什么用？魏虎，你别生气，我没不高兴。乖，我以后啊会给你买个更好的。这破项链也够换这套衣服了吧？这个纯女人，这可是传承千年的智慧，她竟然不懂珍惜。今后得知真相，恐怕肠子都不会清。绰绰有余，把衣服拿给他们。叶少，很好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跟你们沈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刀两断。废物，我最多再让你嘚瑟一天。明日丰隆宴过后，看我怎么玩得死你！我还是那句话，明天的丰隆宴将会成为你们一生都挥之不去的噩梦。这废物祖上留下的遗产还剩多少钱？最起码也得20-30亿。我明日不光要请镇海骁龙大人为我伺候，我还要让他把叶展渊所有的财产都判给你，我要让他一无所有，变成弃。我分一半就可以了，不至于全都拿走吧？怎么，你对他余情未了，舍不得吗？你别误会魏虎，我没有。哎呀，姐，这钱你不拿，你接的叶展渊那个废物他能守得住吗？这些年要不是靠你的能力经营公司，他们叶家早就破产了。就是，白来的，干嘛不要啊？好，我已经给过他机会了，既然他不懂珍惜，就别怪我不给他留活路。叶展渊，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怪不得我。沈清言出身卑微，我怕他知道我的身份之后感到自卑，所以过去3年我一直扶持他跻身上流，获得自信。可我全心全意的付出，换来的却是他的嘲弄与背叛。今天在这万众瞩目的丰隆宴上，我要让他亲眼看到他所摒弃的男人究竟是怎样的存在。传我率领3万龙绝军即刻开拔回国，一起见证你们的王登临至高。是。
这龙已经灭，一笑东迁上。沉睡的东方古国，因为有了它，将再次伟大。女儿们，随我去丰龙宴，和龙君大婚。少爷，丰龙宴的一切都准备就绪，届时将由二长老亲自为您册封。对了，之前补办世纪婚礼的流程都取消了吗？啊？之前我并不知道林小姐才是我真正的救命恩人，才让叶萍取消的。您之前不是让我取消了吗？既然取消了，那就算了吧。少爷啊，属下跟您这么长时间，能不知道您的心思吗？您就等着到时候迎接惊喜吧。叶先生，叶先生，长河兄，不是让你代表国内的家族给少爷送贺礼吗？你怎么还……叶先生放心，贺礼早已准备就绪，总价值超100亿，是全国所有大家族对龙君的一片心意啊。还不错。那你这次过来还有别的事儿？小某的确有一事相求。那不争气的儿子你也知道，我想让他代表我给龙君谢礼。一来呢是能让他见见世面，二来希望能得到龙君的赏识，以后能给龙君当个下人奴才，也算是我萧家几代人修来的福气呀。我家少爷虽然身居高位，一人之下，但性格谦和。只要你儿子不犯错，自然少不了重用他。谢谢叶先生，谢谢叶先生了。这就是龙国社交的天花板吧？我这辈子都没来过这么高的宴会，果然是跟着姐夫才能够长见识啊！瞧你们那点出息，带你们来不是让你们给我丢脸的。威虎虽然比不过那位传奇战神镇海骁龙，但在这丰龙宴上也是受人瞩目的大人物。他好不容易托关系把你们带进来，你们不要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一样，给他丢人行不行？女儿，我们知道错了。是。哎，那个废物怎么混进来了？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！你以为出现在我面前刷存在感，就能让我对你回心转意吗？你还真是傻得天真啊！废物，赶紧滚啊！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别再丢人现眼！是吧？你在我眼里只不过是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纨绔，我不想跟你计较，别招惹我。哟呵，你这个垃圾还敢骂我？我今天他妈的吃定你了！滚！姐夫，这废物敢打我，你替我弄死他！叶展约，之前是我对你太宽容了是吧？才让你蹬鼻子上脸。威虎，不用给我留情面，狠狠的给我教训他。一个蝼蚁而已，也就只能欺负普通人。你别急，这里是丰龙宴，闹得太狠只会丢我的脸。等宴会结束，我有100种方法可以。姐夫，那现在就看着这个家伙欺负我。当然不是，能来丰龙宴的每个人都非富即贵，绝不是这种蝼蚁有资格进来。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，他一定是偷偷溜进来。一旦被发现，下场会十分凄惨。不管是你来的任何，这里有人敢擅闯丰龙宴，你最好当众处理，以儆效尤。这位先生看着面生，请你出示邀请函。我没有邀请函。废物，露馅了！不管是我可以证明，这个家伙呢，就是一个继承祖上家业、混吃等死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有邀请函呢？你就应该把他腿打折，像狗一样的扔出去。杂碎，
我能带青爷全家光明正大的出席这种顶级宴会，而你只能像老鼠一样溜进来，然后被扔出去。这样，就是你与我之间的差距。顶级宴会，的确，这里即将成为全球瞩目的中心。但是我跟你们不一样，你们是以客人的身份来见证传奇的，而我就是主人，我就是传奇，自然不需要邀请函。你这种垃圾，除了吹牛逼、说大话，也没别的了。吴管事，愣着干什么呀？这种垃圾的存在，只会降低丰隆宴的档次。等等，这里的确有人不需要邀请函，对吧？他们每一个都是无比高贵、全球顶尖的大人。你说什么？切，就等着知道真相之后后悔求饶去吧。真实身份？你到底是谁？莫非他真的有非同寻常的身份？把那份名单给我。这废物叫叶展渊，你别看错了啊！名单里并没有姓叶的贵宾。我就知道这废物肯定是在撒谎，假的真不了。老姐，从我这儿像狗一样的爬出去。叶展渊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与我老公的差距。任你如何表演，都只会像一只跳梁小丑一样贻笑大方。只可惜呢，你无法亲眼看见我老公受到封赏，走向神坛了。喂，杂碎，还不快滚！你没资格让叶哥哥走。吴管事，叶展渊是陪同我进来的，忘记和您说了。原来是林小姐的朋友。如果是其他宴会，当然没问题。丰隆宴名额有限，就算是您，也不方便带同小姐。小贱人，你听到了吧？被打脸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你以为你是我老公吗？说带几个人就能带几个人？那如果他是我的家人，是我的老公呢？啊！林家大小姐从来没有过绯闻，怎么突然有老公了？哎，龙国好几个顶级阔少，可是苦苦追求了林小姐多年，没想到被这小子给截胡了。哦，厉害！林小姐，其实你不用这么帮我，要是传出去，你的名声都……谁说我是在帮你？我倒追你不行啊！林小姐，这里是丰隆宴，你不能胡闹。怎么，你不相信？你愿不愿意娶我？可是我刚离过婚。喜欢就是喜欢，我管你离过几次婚呢，只要我认准的事情，就会大胆去争取。哎呀，你个大男人怎么还婆婆妈妈的？我愿意。亲我。这废物连我都不如，怎么可能娶到这种极品？我不服！吴管事，现在他可以留下了吧？既然是林家的姑爷，自然可以。什么姑爷？说白了是个倒插门的赘婿，把男人的脸都丢尽了。你把你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过去3年他是怎么舔你的，你心里又是多么的嫌弃他。魏虎，能不能别这样？这么多人传出去，对我的名声也有影响。你还真是没用，什么事情做不好。那我来替你说，你连自己的女人都守不住，舔了她3年，给了她最好的一切，结果呢，她还是遇到我就爱上了我，并且愿意给我生孩子。女人啊，都喜欢强者，用不了多久，你也会后悔选择这个废物。那是因为沈清言冒充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为了报恩才全心全意的付出，反倒是你们，连出轨这种肮脏龌龊的事情都能拿出来炫耀，还有廉耻心吗？不知廉耻的是你这个吃软饭的废物！这是龙国首富世家萧家大少，传闻他是林乔伊的忠实追求者。看来今天不用我们出手，萧少就会处理掉这个废物。废物，直面死亡吧！你想靠吃软饭，想靠女人苟活，
绝无可能。男人必须要靠自己才行，这就是你跟我之间的差距。乔伊，我追了你5年，5年！你知道这5年我怎么过的吗？你说你选一个比我强的男人嫁了我也罢了，但你偏偏选一个吃软饭的废物，你这是存心来恶心我呀！肖阳，我早就和你说过，我们之间只能做普通朋友。至于我选择什么样的男人，那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与别人无关，你也管不着。我管不着。大家族的联姻本来就是利益至上，你嫁给我，你们林家就会平步青云。林叔叔，你说对吗？你也不愿意看到乔伊这么任性，嫁给一个废物吧？你在问我的意见，我对我女儿的选择举双手赞同。我都恨不得我女儿马上怀上展元的孩子。什么？你是不是也疯了？你知不知道她若嫁给我，会给你们林家带来多少好处？你们萧家的确有权有势，但我负责任的讲，你们家那点权势，在我女婿面前，如同沧海一粟，不值一提。姓林的，你是老糊涂了，还是真的不知道我们萧家如今的能量了？不妨告诉你，我爸爸刚刚得到一位尊贵的大人物授意，在海外投资1000亿，建机场、买港口，生意网已经布满全球，而这些未来都是属于本少，要本少去经营。而这个废物，他全身上下所有的资产加起来不过就20、30亿，连京都的前100都进不了，他拿什么跟我比啊？哎呀，贤婿啊，他呢有些不知天高地厚，偏要跟你比，你也别太低调，就当是为我女儿撑脸面，把你的成就说给1、2样出来。萧家是龙国顶尖的存在，连我林家也不及其1/10。可我爸却对叶哥哥如此信任，他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我的功绩。北平远东，南荡索马里，拓土3000，四海沉浮。参见龙君！参见龙君！不知道我的这些战绩跟你比，孰高孰低呀？什么？我必须要承认，你这废物别的不行，吹牛倒是张口就来。你所说的功绩比镇海骁龙大人都要高出一头，难道你说你自己比他还要厉害？你这是在羞辱镇海骁龙，亵渎传奇，是该被枪决的死罪。叶哥哥，今天这丰龙宴就是为嘉奖镇海骁龙的功绩而设，这些话不能随便说的，你快给大家解释一下。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是他想收回就能收回的吗？他刚刚那些大逆不道的言论，我们可都是听见了。吴管事，你还不赶紧把这个废物拖出去，最好给我直接枪毙！镇海骁龙，乃我龙国之脊梁，一世传奇，岂是你能亵渎的？我看在林家的面上，你现在立刻当众道歉，收回你的不当言论，我还可以网开一面。废物！吹牛逼打自己脸了吧？还不快跪下来认错！你要态度虔诚的话，我们可以考虑放你。道歉？我为什么要道歉呢？先不说我刚才说的话是不是句句属实，就算我现在坐到那个一人之下的座椅上，你们这些人也没有任何资格阻拦我，更不配在我面前说3道4。废物！你在找死，你知不知道？那个位置可是为镇海骁龙加冕师准备的，象征着世界之巅，一人之下。你这个大言不惭的说要坐上去，就这一点，杀你100次都不多。别怕，因为那个座椅就是为我而设的，我就是你们口中的传奇战神镇海骁龙。什么？这便是正义。
引龙玉佩，此乃镇海骁龙大人的贴身信物。吴管事，你看错了吧？这就是个破吊坠嘛！之前他送给我姐戴了好几年，我姐都不稀罕要了。我曾经听二长老亲口说，玉佩内藏有真龙虚影，若隐若现，乃是传承千年的至宝，更是镇海骁龙大人的贴身信物，绝不可能有假。属下参见镇海骁龙。参见镇海骁龙。他竟然是镇海骁龙，我居然抛弃了他，还把这件至宝给扔了。不可能！他怎么可能是镇海骁龙？那位传奇可是我此生追求的信仰，怎么可能是这个废物？起来吧，我说过，今天这场丰龙宴是你们这些人一辈子的噩梦，因为我就是你们口中的信仰。传奇就站在这儿，告诉我，你们后悔了？你们这群井底之蛙，只一叶障目。若是参天之龙，我女婿的身份，也是你们有资格亵渎的。你真的是镇海骁龙，龙国真正的脊梁，传奇战神。这样的我，你喜欢吗？我之前一直以为你是普通的富二代，现在我好像配不上你。真的笑死我了！你们都被这个冒牌货给骗了。小少，你这是何意？你们有所不知，今日的丰龙宴，镇海骁龙也只能排在第二名，而台上那个王座是给另一位真正大人物准备的，那位便是传说中的龙君。龙君，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？你身份卑微，自然不知道这种层面的事情。如果说镇海骁龙是当世传奇，那龙君便是一段神话。据说传承千年，与国同利，从冷兵器时代便征战四海，建功立业。龙君向来一脉单传，没人见过他的真实。没想到这次丰龙宴居然是为那位而设。小少，你这消息是从哪儿听来的？准确吗？准确吗？本少今日来，便是替我父亲赴宴，要代表龙国所有的顶流世家，向龙君献首。补办婚礼的事情，难道评书并没有取消？看来他是想给我制造一份惊喜。那你为什么说他是假冒的？因为我父亲亲口告诉过我，龙君会和镇海骁龙一并赴宴，用脚趾头想都知道，像这样的大人物一定会压轴出场，惊艳全场。怎么可能会像这个废物一样，一个人没有任何牌面？那他肯定是个冒牌货呀！没错，他绝对不可能是镇海骁龙。我跟这个废物在一起3年，他什么德行，我比任何人都要看得透彻。像他这样的垃圾都能是大人物的话，那我岂不是也可以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了？哎，沈小姐，话也不能这样说，你的确是今日的宴会焦点之一。小少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待会儿要送上的贺礼，便是送给你。我？没错，来人，上贺礼。诸位请看，这是全球96个国家的顶级状元，这是岛国皇室传承300年的至宝樱花凤羽纱，这个是海外6个金库的所有权，还有最后一件贺礼，乃是国主题字凤仪天下的封号。什么？这些东西都是送给我的？你刚才不是说这些都是龙君的吗？这具体原因嘛，
喂，爸，我马上到会场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事情办好。什么？计划有变？礼物要等龙君大人到了之后亲自送给他。可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龙君大人要用这些礼物补办婚礼，送给沈清言沈小姐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按照你说的做。挂了。本来龙君是想把那些贺礼送给沈清言，可那个女人有眼不识真容，竟然主动抛弃了龙君大人。这泼天的富贵怎么拱手让给别人？虽然我爸让我把礼物亲手送给龙君，但我又没见过龙君大人，现在送给沈小姐应该也没问题。说不定我这么做，龙君大人反而会更高兴，怕我怎么样？龙君大人的意思我也不敢揣度，我只知道这些东西都是送给沈小姐作为结婚的贺礼。哦，我懂了，一定是龙君知道我姑爷要在宴会上求他为我女儿赐婚，提前准备好了礼物。哎呦，我的好女婿，没想到你这么有能量，竟然能得到龙君大人的看重。微火，是不是你提前见过龙君，故意给我准备这场惊喜？我太幸福了，嫁给你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。这下呀就说得通了。虽然我没有见过龙君，但我想他老人家必定是一位爱财惜财之人，看出我未来无穷潜力，所以啊，才提前封赏我。废物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我姐夫，连龙君大人都要主动拉拢的顶级人才。而你呢，是连撒谎都不会的傻屌。我要是你啊，就赶紧跪下爬出去，祈求龙君大人原谅。嗨，我真的是要被你们给蠢笑了。这些东西一看就是提前了很久准备好的。段威虎才回国了1天，你们用膝盖想一想，这些东西也不是准备给他的呀。萧长河怎么着也算是人中豪杰，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蠢货的儿子？你爸爸在家没有教过你做事之前要先把眼睛擦亮的道理吗？真是蠢到家了！你他妈敢羞辱本少！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？呵呵，叶展元，你不用在这里巧舌如簧。既然你说这些贺礼不是龙君为我和青岩大婚准备的，那又是送给谁的？我。你没错，我就是龙君。没错，我就是龙君。笑得我肚子都疼了。之前你冒充镇海骁龙，现在又冒充龙君，怎么？你觉得一个人死还不够啊？想要被株连九族一起去死？段战神说的没错，你这个废物死定了。不过乔伊，如果你现在能够回心转意，回到本少的身边来，我可以考虑去求龙君大人饶了他一命，不然天上地下没有一个人能够救得了他。假冒龙君是大罪，这回真的惹麻烦了。我们还没结婚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你把我林乔伊当什么人了？大不了我舍弃林家全部家业，也要保你一命。倒是没这个必要。不过就冲你这份决心，叶家女主人的身份，你配得上。还在这儿吹牛呢？老子让你跪下！你听不懂吗？我让你跪下！啊！看来你爸在家没有好好教育你。看在你爸给我本本分分、尽心尽力做事的份上，那我就替你爹好好教育你。啊！你敢打我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射死他！看来不用我们出手，这个废物死定了。哼，他自己无能，却总奢求远超他能力之外的东西，有这种下场是他活该。快开枪啊！射死这！动手！给我动手！你死了！我爸来了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爸这么生气。
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保不住你。我说的，爸，你终于来了，快！畜生，跪下！你打我干什么呀？长河兄，你萧家3代亲，100年家产就要毁在你这傻儿子手上了。叶平，他只是这废物身边的一个下人，怎么会跟龙国首富一起进来？萧长河，拜见叶先生，是我教子无方，我愿意代子受过，请叶先生责罚。我不会出幻觉了吧？堂堂龙国首富1顶1的人物，竟然给叶展元跪下了！女儿啊，我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叶展元有可能是我们招惹不起的大人物。萧长河，你生了一个这么不争气的儿子，的确不配再为我做事了。即日起，除去你龙国首富的身份，带着你萧家全族去飞鹿原见，就当是将功补过吧。谢叶先生不杀之恩。爸，他就是个废物，你给他跪下干什么呢？你给我闭嘴！你知不知道叶先生是什么人？他不就是一个混吃等死的富二代吗？瞎了你的狗眼！叶先生真正的身份可是……龙君没有公开身份，可能是有其他用意，不能再犯错，还是等他亲自揭晓自己吧。他什么身份？继续说啊！怎么憋不下去了？文虎，我感觉这个叶展元的身份不简单，咱们还是别招惹他了。他算个屁！我调查过，叶家的确当过国主，为龙国贡献过这么一丁点的功劳。国主这次召开丰龙宴，的确表彰过去功臣的意思。这个奴才和这个废物啊，不过是仗着祖上那么一点的功德，做最后一次嘚瑟，仅此而已。哦，叶家传承1000年，以国而立，从老祖宗起就在海外为国建功立业。之前龙君害怕他妻子沈清言知道自己的身份之后自卑，用了3年的时间扶持沈家跻身上流，同时带领龙爵军团横扫海外，让龙国屹立于世界之巅。今日老夫终于能昭告天下，让世人见证我龙国之魂镇海骁龙龙君的绝世风采。是啊，谁会想到镇海骁龙与龙君竟然是同一人？立刻备车，赶赴丰龙宴。是。威虎，还是你有眼界，一语便道破了这场闹剧。他们叶家呀，虽然靠着祖上的微薄军功勉强继承这丰龙宴，但那毕竟是过去。我老公段威虎才是如今的大功臣，龙国的顶梁柱。萧首富，我身为被龙君赐婚，同时被国主赠予凤仪天下封号的身份命令，不许给这个废物当亲，而且我要让他滚出去，立刻在我面前消失。这个蠢女人，她原来根本不知龙君的身份，是骂她还是不骂她呢？沈清言，你真当自己是个单位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难道就没有一点悔悟和自知之明吗？悔悟？我得龙君赠礼，得龙主封号，放眼全场，有哪个女人比我高贵呀？再别说这个江南第一美女林乔伊，在如今的我面前也是完全不值一提。我不知道有多享受现在的人生，你告诉我，我为什么要悔悟？沈清言，你当真是无药可救。我真的特别想看到你如是珍宝的那些财富、权利，如同镜花水月一般消失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表情？
你看不到那一天了，你的下场只有一个死字。萧首富，我命令你立刻把这个废物给我轰出去！沈清言，我奉劝你一句，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。太绝？以我的身份，需要考虑一个废物的感受吗？我命令你立刻马上把他给我扔出去！老子他妈忍你很久了！你敢打我？我是威虎的妻子，我是被龙君赠礼的女人，更是被国主赐予封号。你不想活了吗你？哼！白痴！就凭你在市场上卖淫的出身，在婚内出轨与奸夫怀上的贱，也配凤仪天下的称号？我呸！这些聘礼根本就是送给你的，你醒醒吧！不是我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威虎，我有些害怕，这个叶展元刚才说的有没有可能是真的？这绝无可能。纵使像我这种人中豪杰、天之骄子，在镇海骁龙大人面前，也只能望其项背，只有效忠的份儿。更何况还有比镇海骁龙更高一段位的龙君，他绝不可能是真的。可是萧首富为什么对他这么尊敬，还为了他不惜得罪我？小首富，你今天必须要给我一个解释，不然等国主和龙君到来，我必定要向他们讨一个说法。这两个猪脑子都到这份上，还不相信龙君的身份，只是没有龙君的授意，我也不敢说啊。既然你们还不死心，萧长河，告诉他们我究竟是谁。是。你们这对奸夫淫妇，给我听好了！叶先生，他真正的身份就是二长老到，二长老到，参加都起身吧。他看到二长老居然不下跪。不用在意这些礼节，沈小姐对我也无需行此大礼。二长老，您这话是何意啊？这次我不光是奉国主之命主持封龙宴，也还要当众为礼证婚。二长老，您真的要为我当众证婚？当然是真的。那些贺礼，国主亲赐的称号都是给你的。怎么，萧长河没给你说清楚吗？什么？二长老，您说的是真的？那些赠礼和荣耀，真的是送给我的？龙君这是在打什么哑谜？他隐忍了3年，不就是为了今天当众向沈小姐验身份吗？萧长河，怎么回事？没给沈小姐说清楚。二长老，这件事，你闭上你的臭嘴！二长老都为我亲自证明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们的账一会儿再算。二长老，我有一事相求。沈小姐但收无妨，只要我能做到，一定。二长老，这是威虎，原来你就是段威虎，我听说过你。刚刚在海外，你解救了几十名龙国同胞的命，很有潜力。今后你就好好的跟着龙君做事，前途无量啊！谢二长老，卑职一定尽心尽力，为国建功立业。某些废物听到了吧？二长老亲口说的话，与我之前说的不谋而合。我注定要跟随龙君与镇海骁龙大人的脚步，成就辉煌。而你说的那些谎言，早已不攻自破。二长老，我要求您的事情就是，将叶展渊这个杂碎立刻处死，
当众枪决。什么？你让我处决他？没错，二长老，这个废物多次侮辱我，死100次都不够多的。二长老，还请您处决他之后，再当众为我跟威虎证婚。什么？你让我跟你们俩证婚？抛弃展元，你要嫁给段威虎？没错，二长老，还请您成全。沈清言啊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啊？二长老，我说错什么了吗？以我的身份，还不能处死一个混吃等死的废物吗？你说他是废物啊！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他究竟是谁。青言，这么重要的场合，让二长老处决一个垃圾，的确不妥。不过这废物确实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，不如就让我出手解决他。废物，你不是很能装吗？你要是接我3招不死，我可以饶你一条狗命。二长老，这些呢是我的私事，还请您允许我自己处理。正好我也需要看一看沈青年看上的男人，人中豪杰到底有什么实力。废物，你找死！呀！哈哈，我姐夫可是1代战神，他一拳就能把这废物打死。这什么战神啊！一脚就被干趴了。我上都比他强啊！那你上？威虎，别动，是我轻敌了。废物，你少他妈得意！我只是在海外受了点轻伤，再加上我身上带着负重，才让你占了便宜。好重啊，足有20-30斤呢，怪不得你没有打过他。20-30斤，这也叫负重啊！我家少爷身上背的可是足800斤的负重。少爷，要不要属下帮您取下来？不必麻烦了，他的实力比我想象中弱多了，我一根手指头就可以对付他。废物，你敢羞辱我，你找死呀！啊！怎么可能？我的手！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这么厉害？人中之龙，1代豪杰，就你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垃圾，也配！姐夫，你不是战神吗？怎么被他一招就制服了？威虎，你没事吧？给我看！废物，你再给我牛逼个试试啊！哎呦！这家伙怎么在风龙宴上拔枪啊？真是大逆不道啊！段虎，命令你立刻把枪收起来！你给我闭嘴！威虎，你疯了吗？这可是二长老啊！我不服，他一直偏袒叶长渊这个废物，凭什么呀？我才是龙国的大功臣！废物，给我跪下，跟狗一样求饶，不然我射死你！你终于狗急跳墙了。不过你拿一把玩具枪在这儿威胁我，我是该夸你幼稚呢，还是该说你无知啊？你别激他了，他真敢开枪。你要知道，弱者他永远都是弱者，就算给你最顶尖的武器，在我这里也是不堪一击。我杀了你！徒手接子弹，我不是在做梦吗？他怎么这么厉害？这怎么可能？传闻中只有战力排名第1、打破人体极限的镇海骁龙才能徒手接子弹。你到底是谁？就你这种身手，根本打不过绑架沈青言的暗夜裁决组织。再加上我给他了引龙玉佩，绝对没有人敢动他一根毫毛。真相就是，你在跟他们演戏。什么？威虎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求你们了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
大家看你怎么表现啊？啊！不要！别怕，我是好人。谢谢你救了我。除了照顾这位美女，我去解决其他人。是。这个女人的老公是个富二代，她手底下有一个安保公司。你救了她这件事情，刚好可以当做你进入龙国的跳板。是，大人。卑职已顶替付朱茂，将远东的信用表拿下，献给你。郑渊，他真的是暗夜裁决集团派来的间谍？没错，二长老，我派人调查过他的底细。5年前，他只不过是街上一个游手好闲的混混，犯了事，潜逃出了国外，成为了暗夜裁决的一员。不可能！不，你快跟二长老解释，说你不是为我。给我滚开！个蠢货！没错，我就是暗夜裁决的人。你比我想象的聪明，现在那又如何？今天你们所有人都要死在这儿，成为我手中亡魂！什么？他真的是国外的间谍？不是，为我，你不是，你是大英雄，你是龙国的战士。你说过你要给我最好的婚礼，你说过你要让我成为人人羡慕的女人当为火。就你也配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，看看你什么逼样！我随便说几句话骗骗你，就主动跟我上床。你是我见过最下贱的女人。为火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？我还怀了你的孩子啊，为火！是我逼你怀的吗？你还不是看上我的身份就主动倒贴我？我一句话就能让你抛弃这个跟你结了婚、对你千依百顺的男人。我很好奇，你脑袋里面装的是不是大便啊？你不要再说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！你大难临头，还不过来跪下悔过？让我给你跪下，你还不配！今天就是你们所有人的死期！出来吧，白蜡首领！白蜡。白蜡可是暗夜裁决集团的创始人，他真的潜入了我龙国，这不必担心，二长老，你让他叫吧。叫吧，你就算叫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我们不是早就计划好了吗？在封路宴上动手啊！白狼首领，你为何还不现身？这人是不是疯了？在这里给自己加戏呢？首领，首领，首领，你出来啊！按计划行事，首领，首领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我被组织抛弃了？叫够了吧？看样子不管用啊！该我了吧？暗夜裁决，还不速速现身！琼斯副统领，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来，看到了吧？啊，暗夜裁决已经包围了这里，全都要死！属下参见副统领。白蜡首领他们人呢？也就带了这么几个人，恐怕控制不了局面吧？那再加上我们呢？那再加上我们呢？是岛国的帝皇山口本藏。原来大人已经和岛国达成了同盟。稳了，这下彻底稳了。如果人手不够，还有我们。这位女首领好像在哪见过，光看这气质就不是一般的人。稳了，稳了，这下彻底稳了。大人，白首领大人呢？之前答应过我的奖励应该不会食言吧？
这什么呀？你不是要见白老首领？我知道了，首领买来，给我带了礼物，我就知道他一定想着我。哎，首领的照片怎么贴在这儿？这里面装的就是首领，当然是贴他的照片。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白浪，不就是你昨天杀的那个雇佣兵吗？没错，他可能到死都想不到自己的骨灰会被别人放在嘴里品尝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这是白首领的骨灰 ？Of course。大人，我代表暗夜裁决正式向龙国投降，此生再不踏入龙国领土半步。你在说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投降？镇元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6个小时前，我已经派人把暗夜裁决的总部踏平。从今天开始，龙国在海外再无敌人。不过事发突然，我没有跟二长老提前汇报，望您见谅。哎呀，不愧是龙国的脊梁，真正的国士无双啊！什么？你打败了暗夜裁决？这怎么可能？你到底是谁？你这个蠢货，到这个时候了，你竟然还不知道这位的真实身份？本人现在也是时候了，向大家公开你的身份吧。这便是我龙国之魂镇海骁龙，同时也是传说中的龙君。什么？他既然是传奇战神镇海骁龙，也是龙君。参见龙君！参见龙君！大家都起来吧。你骗我骗得好苦啊！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？我跟你说过，但是你听吗？你的眼里只有段威武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你选择自己一步一步走向深渊。我的男人竟然是一人之下的王者，我却嫌弃他，主动抛弃了他，我好后悔。龙君，龙君，我是被逼的，我一时糊涂，求你饶我一条狗命，我不想死啊，龙君。纪言，你帮我求求情，龙君大人那么爱你，他一定会听你的。你给我滚开！都是因为你，是你害我失去了一切。我混蛋，我是垃圾。纪言，你已经怀了我的孩子，你也不想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爸爸。这是国家人才引进计划的批复函。我老公在外为国尽忠，居功至伟，受邀回国，而我呢，怀了他的龙子凤胎，这可是要比100万个穷人生的孩子加起来还要金贵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我的肚子现在属于国家战略。是我主动要给你生孩子。停，姐，你帮我求求情，你帮我求求情，我会好好爱你的。你帮我求求情，我不想死了。好，我
包你。你这个杂碎，你给我去死！前方，我姐她知道错了，她亲手杀的那个垃圾，你就原谅她最后一次吧啊！是啊，好女婿，我们余家肯定会把你供起来，好好伺候你。是。在这3年里，你从来没有叫过我一声姐，今后我跟你们也毫无关系。你们的好女婿、好姐夫在那儿呢，去吧，把他埋了吧。啊？展元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心里还有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下半辈子我好好伺候你，我爱你，展元，我爱你，展元。你从来都不会爱任何人，你爱的只是你心里的那份权贵和地位，你基因里面装的全部都是虚伪的基因。山鸡永远是山鸡，你永远也变不了凤凰。玫瑰，在。这个女人当众杀人，把她还有她的家人都拖出去，按龙国律法处置。是。上。好女婿，你放过我们！好女婿。展元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展元，你不要！少爷，现在所有事情都解决了，您是不是要跟少夫人一起完成仪式了？我配不上你。但是我没有宣布身份之前，是你主动是要嫁给我的。那是我不知道你是龙国的大英雄，更是至高无上的龙君。那我现在以龙君的身份，要求你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陪我一起君临天下。